走，看山去。然后我们认识一个新的关键词：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和本教。本教后来叫黑教啊。我们知道藏传佛教分的黄教、红教、花教、白教，然后本教被他们叫为黑教。汉传佛教，我们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么多符号，风马也好，经幡也好，玛尼堆也好，啊，擦擦也好，我们发现我们没这些东西。然后如果去过印度的话，你看一下印度，它本来的佛教也没有这些东西。而奇了怪了，到了青藏高原也是佛教，结果充满了这些漂亮的符号。这些符号怎么来的？它就是几乎可以说都是从本教来的，它就是佛本融合的产物。现在充满了本教的特征。青藏高原这片土地本来就是本教的天下啊，本教一统青藏高原。最早的吐蕃王朝早期，一直就是有一个神王啊，也有一个本教的教主。那个年代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哈，它有宗教领袖，还有政治领袖。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谁听谁的，这个产生了巨大的分歧。因为但有大事，一定要找宗教领袖来占卜，听他的话。他说能不能打仗？他说今天不能打，因为敌人明显的打进来了，不能打，今天日子不对啊。如果生下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得叫什么名字。我能不能跟他结婚？或者皇后由谁来定？也是本教教主来定。这搞得皇帝就很不爽。所以到了第34代赞普松赞干布的时候，第一他要迁都啊，迁都首先是离开老贵族的控制，其次就是脱离本教对我的压抑。然后你知道松赞干布干了2个啥事儿？娶了2老婆，这2老婆一定不是本教教主同意的啊，是他自作主张娶的。当然他之前有苏皮亚这些王朝，象雄王朝都有妃子，他的每一个他跟这几个政权都和亲。然后他跟尼泊尔佛教那边娶了个尼婆罗公主，然后又从汉地娶来了文成公主，这2个全是佛教的，你发现了吧？所以一开始佛教就从尼泊尔，当时印度，人家一回事哈，从印度方向和汉地方向同时过来了。但这个藏传佛教呀，就特别奇怪，这个青藏高原每一次佛教但要来的时候，都是从汉地和印度同时来。同时来，每一次来了，这2个大的教派都要一番争斗啊！所以最早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都去了，而且这俩公主也都了不起，一个人带来了佛祖的8岁等身像，一个人带来了佛祖的12岁等身像。好家伙，世界上最珍贵的2尊佛像被这俩公主同时带来，而且建了2个大寺庙，安扎在拉萨，这个城市建起来了。然后从松赞干布开始冲佛译本，就开始脱离本教啊，把本教边缘化，就开始建立佛教。建立了半天，也没有认真建立起来。毕竟势单力薄，就那2个小寺庙，皇帝每天拜一拜，让老百姓信，那几个人信呀？到了他的后几代王的时候，下定决心，我必须把这个本教给打压下去啊！下的一定要把佛教给昌盛起来。然后请来了莲花生，然后请来了他的弟子莲花戒、济护大师这些人，然后建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具备的寺庙，叫桑耶寺，在山南那个地方建了桑耶寺，然后又把大昭寺这些寺庙都建起来，佛教的地位越来越巩固。接下来佛教就有了地位，本教被边缘化，佛教有了地位。你想，佛教这皇帝一直扶持起来的，佛教肯定听皇帝的话，听帝王的话，所以帝王的权力被巩固。青藏高原的真正的第一个有效的政权建立起来，这个政权一建立可了不得，打得唐朝措手不及的，把河西走廊干得一塌糊涂啊，那面都没有招架。然后把喜马拉雅南坡、尼泊尔呀、不丹呀、西金呀、拉达克全都征服了，然后南面把南诏也征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云南南诏国、大理国全部都归顺了
青藏高原啊，松赞干布这个政权。所以那个吐蕃王朝真的是了不起。这个皇帝有了自主权以后，加上当时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各种影响吧，反正吐蕃王朝一度发达的了不得。然后到了吐蕃王朝末期，佛教太发达，老百姓出家人太多，寺庙供应的太好，然后国家又进入新一轮衰落，这个佛教的地位又慢慢的把皇帝势头给盖住了。然后到末代王琅达玛的时候，没办法灭佛，又把佛教又灭了，又开始崇本啊，本教又起来。然后本教起来以后，进入一个100年乱世，佛教和本教在这里面乱斗，大概斗了100年，一直到了元朝，萨迦王朝建立，蒙古忽必烈他们进来的时候，跟这个萨迦教派联合起来，才建立了新政权，把高原又给一统起来。当然到了后期古格王朝的时期，佛教就开始一统了哈。中间说有100年乱世，其实到了南宋的时候，北宋末年的时候，古格王朝就开始建立。这个时候，佛教又要重新振兴。佛教重新振兴的时候，又从阿里那面来了阿底峡大师呀这些人，然后又从汉地这面也，从甘南呀、川西又传过去宗教，汉传佛教也上去。因为那面海拔高，阿里那面海拔高，那叫上路弘法。然后我们汉地这面传过去的叫下路弘法，这2路佛教又同时进入高原，这叫佛教的后弘期。佛教就这么2次传过去，但是2次下来，不管是前弘期还是后弘期，都经历过剑盾之争啊。我们汉传佛教主要禅宗啊，就讲这个顿悟嘛啊，就是反正每天讲一些很玄的东西啊，里头很多公案，大家看禅宗里头的公案都好玄的啊。然后不立文字呀，辩论起来好像也不说话啊，拈花一笑啊，或者说我就什么叫什么不是幡动不是风动，仁者心动啊，就这些话特别多，搞得人也云里雾里的。你搞辩论可能不占上风啊，然后搞过这么2次剑盾之争以后，都是人家剑派胜了。所谓剑派，就是印度那边传来的苦修啊，在青藏高原立住脚。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就是印度那边来的佛教深刻地认识到了本教在这片高原的地位。我们汉传佛教一直认为上去你要信仰我，你就把过去的一切全废掉，那都不对啊！那个偶像、那个各种的山神呀什么，那都不对，不存在，那全部要否掉。然后藏传佛教没这么干啊，从前弘期莲花生也好，到后弘期阿底峡也好，他们都特别尊重本教，他们是把本教完全化解和融合了啊，然后把本教所有的各种元素全部都进入了佛教的系统，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擦擦呀、经幡呀、风马呀，你看全是本教的东西，现在佛教都在用，这是佛教的印度这个剑派佛教的高明之处啊，他们就把这个完全融合了。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本教，本教也没有闲着，本教之所以能活下来，今天还存在，你发现没有？本教把自己的经典完全给建立起来了。你现在的本教再一看，根本不是萨满啊，有自己完备的经典，有自己完备的神佛的传承系统，有过去的几个佛啊。那个心饶米沃，他也就跟他的故事和经历，你看他的故事，跟那个释迦牟尼的经历，简直就是个翻版，一模一样。你怎么来的？完全的学习，甚至好多是照搬照抄。所以现在到了本教之后，你看那些仪轨呀，那些东西呀，经文呀，除了转经的方式不一样，里面经文有个别不同，绝大部分东西几乎是翻版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把本教归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哈，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哈。这就是现在的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和本教的关系。反正汉传佛教基本上是全盘退出了青藏高原，然后印度过来的宗教融合了本教，形成了现在的藏传佛教。藏传佛教和现在的本教都是佛本融合的产物，它俩都在相互融合对方。越艰苦的环境越需要宗教。我们发现，我们汉族人没有信仰，
实际上，你到欧洲、美洲去，你发现他们其实也没信仰。你到日本你去看，日本人也没信仰啊。我们说汉族人没有信仰，所以才做事不守规矩，做有毒食品呀，什么害人呀，什么讹人呀，老年人摔倒了不敢扶呀，就各种事儿。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吗？不是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跟信仰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是体制问题、政治问题、法律问题。法律没起到作用，或者法律起到了反作用，是吧？你个法官居然说出来，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他？我的天，你法官都说出这话，然后法律你明知道冤枉了他，然后要判他赔偿，你这样的法律，你让人敢扶老年人，这跟信仰有什么关系？胡扯，是吧？日本人也没有信仰，到了欧美，欠银行1分钱，你试试，你可能寸步难行了啊，你就不敢啊。所以法律不起作用，把这些东西往道德上推，这是执政者的无能和推卸责任。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汉地人没有宗教是一种遗憾和缺失，我认为不是。我们这片土地本来有儒家那个东西，或者叫儒教管着我们，有祖先和神灵、祖先牌位管着，我们就不敢胡来。我们之所以现在敢胡来，是因为我们那个宗族系统被解体了，然后大家全跑出来，各干各的开了，这个搞得我们这个礼崩乐坏。然后青藏高原为什么需要信仰呢？它并不是说我需要约束我的道德和生活，不是。宗教是干什么用的？宗教最早期的宗教，或者现在的宗教，依然是只有一个根本目的，叫做解释世界。我认为的解释世界，宗教就是为了解释世界。越玄的地方，宗教越发达，越需要宗教。青藏高原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，那个天说变就变，大夏天说下雪就来了，冰雹就来了，突然来个动物也解释不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大地震太多了山洪爆发，大山大河，这谁造的这个世界呀？怎么把青藏高原造成这个样子？藏族人看不懂呀，害怕呀，恐惧呀，我需要有一个精神依托，我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把这一切给我罩住，解释这一切，这叫做宗教的根本目的。宗教就是用来关怀人类嘛，宗教是我认为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发明，可能都不需要加之一，就是他对人类的，他像管孩子一样管着我们人类。当然，他是人类的孩子，就是人类发明了一个爹，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，然后用它来关爱我们，或者用它来罩着我们，来解释这个世界，来给我们一些安慰，这是宗教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。所以到了青藏高原，他的信仰那么虔诚，这一点是不是不能打破？也不是。早在1000年前，天主教、基督教不都是走上高原，而且到现在都还有保留吗？你到了云南3经并流的那些地方，那些村民，你去了你会发现，有一半人信的天主教，一半人信的藏传佛教。然后世界再往后看，现在青藏高原的人一代一代的铁路通了，公路通了，飞机通了，他们都走到世界里看大千世界，然后下了低原以后都不想再回到高原。或者回到高原，自己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改变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呀！这是遗憾吗？我不认为是遗憾，我认为是进步。人类都应该共享文明成果嘛！我们现在都有了电了，你说我就想看你点酥油灯，酥油灯多美呀！你赞美酥油灯，那是因为你不点酥油灯，然后你觉得酥油灯好，来，你把你家里电全停了，你以后家里点上酥油灯，你就这么过日子，是吧？人类所有的成果都应该，只要他愿意，只要不影响他，都应该让大家共享。然后只要共享了现代文明，我认为原来的信仰会慢慢的瓦解。而且我不认为这是退步落后，我认为是进步这个就又延展开了，这不能再延展最后一句话，总结一下今天的话吧，今天的课吧。青藏高原从有了人类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在上演一场永不停歇的大地艺术。经幡、擦擦、风马、玛尼堆、玛尼石，所有这一切，在我们一个无信仰者看来，
就是一场大地艺术。他们把大地布置得五彩缤纷，然后我们走上去之后，如此赞叹这个世界还可以这样，然后人们的生活还可以这样过，好美好美啊！这就是我认为对一个没信仰者他给我们的最基本的意义。而这一切并不是从佛教开始，甚至都不是从本教开始，可能是因本教是从他们开始的。所以这是人类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的一种无奈创造，然后这些创造至今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仪式，让我们感动，让我们欣赏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